女孩彩票中了500万，兴奋的100米冲刺。老板再见，我要辞职躺平当咸鱼。本以为自己是天命欧皇，结果转角遇到爱的大货车，哐当一下把他撞进了 ICU。沙雕美少女就这样喜提植物人套餐，达成了终身躺平成就。老天奶啊，玩我呢，中了500万彩票，制成植物人。这福气给你要不要？温瑶上一秒还在 ICU 躺得岁月静好，下一秒就听到咚咚咚3声夺命敲门声，他垂死病中惊坐起。我在哪？在做什么？我不是成了植物人吗？许是久久没听到回应，敲门声再次响起。请进。一位女佣带着3分鄙夷、7分怜悯的眼神走了进来。夫人，先生在楼下等您，请您尽快下楼。搞不清状况的温瑶只能点头回应。什么夫人、先生的，是死前的幻觉吧？遇事不决睡大觉，说不定醒来就会病床了。这时叮咚一声，系统闪亮登场。不是幻觉，是穿越。恭喜宿主绑定改命系统，8848竭诚为您服务啊！一番混乱沟通后，温瑶总算搞清了现状。原来他穿进了一本叫做《祝先生替身娇妻是神医》的小说，主要讲述疯批男主傅景之一边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操作，一边与替身女主及白月光狗血纠缠。不过温瑶不是诛杀之女主，也不是白月光女配，只是男主心中的老鼠屎，炮灰前妻。也就是说，我穿越成了一本小说中的炮灰。在剧情里，我这个炮灰原主暗恋着男主的天才画家新哥哥，却意外要倒男主。为了靠近心上人，原主不惜假孕嫁给男主傅景之，最后假孕暴露，遭到疯批男主报复，被家族放弃，饿死在垃圾桶旁，手里还拿着垃圾桶翻出来的葱油饼。这就是我未来的结局吗？连包榨菜都不给，这剧情还能再狗血一点吗？准确来说，是饿死前最后的倔强。原主在翻垃圾桶时突然觉醒了，接受不了自己的命运，大吼着他最讨厌葱油饼，就绑架系统工作人员出逃，肉身猝死。所以穿越过来的温瑶现在需要接手原主的戏份，完成系统下达的任务。原主出逃后，总部也发现了这个世界的违规操作。宿主，你的任务就是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同时阻止男主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任务完成后，宿主可以选择回到原世界重生，或者留在这里获取1000万的报酬。哇塞！只要能顺利完成任务，无论是回去还是留在这里，我都能过得很好，这波不亏。嘿嘿，那现在剧情进展到哪儿了？男主已经发现你假孕了，现在正在楼下等你。温瑶的笑容逐渐凝固。再见，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去当植物人。谁家传输开局就是地狱模式啊？怪不得有人那样看我。穿越到这个时间点，扶我是一点想不到，苦我是一路苦到垃圾桶啊！搞笑。我虽然不像原主讨厌葱油饼，可比起翻垃圾桶找食物，还是当植物人自生自灭更好。往好处想，至少剧情线还没开始，男主还在遵纪守法，你只要略施小计，就死无葬身之地。温瑶接上系统的话，声音斩钉截铁：放我回去。sorry， 原主都死了，只剩你能顶了。系统8848干脆摆烂，一副你能拿我怎么办的姿态。豁出去了，大不了都别活。如果傅景之非要折磨我，那我就抢先出击，提前吊死在傅景之家门口。我一个植物人怕啥？温瑶穿越进小说，开局就假孕暴露，老公要她陪的孩子。温瑶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下楼，迎面砸来一沓验孕报告。傅景之的亲妹妹傅妍正对她怒目而视。温瑶，你居然假怀孕骗我哥，我就说你的肚子怎么比我的钱包还平。温瑶战术挠头，开始推卸责任。我知道你们很生气，可是摸着良心说，该做的不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没怀上也不全是我的问题。主要是傅景之的问题，怎么别人家男主都是一发入魂，他却不行？要反思自己这些年有没有强身健体，小腹给不给力。但凡他有别人家男主1/10的努力，我现在都能给你表演个当场孕吐。温瑶越想越自信，嚣张对上傅景之的死亡凝视。这么说，你假怀孕是我有问题？也不能全怪你，毕竟没能天时地利人和。你那天也努力了，要怪就怪缘分没到。想要的本来是你哥，哪知道来的是你。傅景之也算临危受命，赶鸭子上架子了。温瑶突然压低声音开始胡诌，说不定是你家祖传 DNA 太叛逆，小蝌蚪出门前还要查黄历。傅妍一口橙汁噗的喷出3米远。哪里？看着温瑶的表情，傅景之是真被气笑了。关于那天他没什么别的记忆，但记得温瑶这女人是真狠。一杯快乐药离脂含少量的水，直烧得他神志不清。稍有理智的时候就被人捉奸在床了，还是他哥傅理智的床。当时你哭哭啼啼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，非说和我什么都没发生。
拒绝了我母亲联姻的请求。结果事情刚过去1个月，你又自曝怀孕，非嫁我不可。现在这怀孕也是假的，所以绕这么一个大圈是耍人玩吗？这点你可就错怪了袁文瑶。她一开始拒绝联姻，是伤心和男神没机会了，心灰意冷。后面要结婚是斗志死灰复燃，想以弟妹的身份接近傅礼之，在心不轨。蒙圈的傅妍反应了一会儿后，小脸爆红。什么有没有问题？努不努力的 ？DNA 查黄历又是什么鬼啊？这两人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温瑶抢过了主动权，别的都别谈了，就讲讲怎么解决吧。你能怎么解决？离婚？傅景之提起了兴趣。可我的名声已经被你毁了，又没了孩子，怎么想我都是吃亏的。离婚是不好离的，我还要阻止男主违法乱纪呢，就恨不得把傅景之变成吊坠挂手机上，老儿能轻易离开。温瑶咬唇，像是做出了极大的牺牲，美眸子含着水光。这样吧，我陪你一个女儿。傅景之走到温瑶身前，把她囚在沙发与胸膛之间。你打算怎么赔？像那天一样，直到生出个女儿吗？已经忘了自己是来兴师问罪的傅妍悄悄退出客厅。这两人太不知羞耻了，真怕他们当着我这清纯女大的面开始造娃。傅妍一边后退，一边伸长耳朵偷听，结果听到了相当炸裂的对话。爸爸，从今天起，我是你老婆，你是我爸爸，我们各论各的。客厅陷入一阵沉默，只有温瑶像唐僧一样，完全不被美色所惑。这样你既不用离婚，又有了孩子，还能羞辱报复我，不亏了吧？系统8848都被震撼到，发出滋滋电流声。被老公发现假孕，温瑶直接现场认爹，把傅景之的 CPU 干烧了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爸爸，你看，现在你是我老公兼爸爸，我是你老婆兼女儿，以后孩子出生了可以喊你爷爷，这样咱们直接3代同堂。你搁这玩俄罗斯套娃呢？建议你去脑科挂一下专家号。专家见了我也得递烟。假孕暴露的危机就这样被温瑶给皮过去了。喜当爹的傅景之坐到了他身边，生硬转移话题。我记得你周3没有课，不要忘了明天的晚宴。好的，爸爸。砰一声巨响，傅妍后退时摔了个四脚朝天。温瑶好心上去搀扶，又被瞪了一眼。你嘴里都在说些什么鬼话？温瑶一脸无辜，她作为一个孤儿，从小长得漂亮又健康，却迟迟没被收养。正是因为小嘴抹了鹤顶红，气死人不偿命。你这么大了还摔跤，是不是小脑发育不完全啊？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？你才脑子坏了，假孕的坏女人！傅妍气得两颊鼓鼓。温瑶不赞同的看向傅景之，你该向妹妹尊老爱幼的，算长我是她嫂子，算幼我是她侄女，我关心她的健康，她不该对我蛮横无理。傅景之笑倒在沙发上，说得对，小妍，你要对嫂子尊重些。哼，夫唱妇随，狼狈为奸。傅妍气呼呼的跑开了。于是晚饭桌上只剩温瑶和傅景之面面相觑。好好吃饭，眼睛乱看什么？帝王蟹，帝王蟹，假孕都被拆穿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吃孕妇餐？你的帝王蟹给我吃一口呗。温瑶流着哈喇子搓手手。系统8848温馨提示：宿主，口水快流到餐桌上了，你倒是擦一擦呀。小八你不懂，以前我刷视频见主播吃帝王蟹就很馋了，可惜一只几千块，完全舍不得。后来中了彩票，钱到手还没享受就进了医院，唉，真是命苦。这女人居然不是在看我，破螃蟹有什么好看的？傅景之没好气的把盘子一推，吃吧。谢谢谢谢，老公真好，爱你哦。盯着温瑶疯狂拆蟹腿的手，傅景之忍不住问道：你刚才叫我老公，现在眼里只有帝王蟹？这叫爱情转移。你看这饱满的蟹肉，这性感的纹路，多像你的腹肌。你是吃螃蟹还是调戏螃蟹？你不懂，这叫临终关怀。听说蟹蟹被蒸之前会哭，我多吃2口是对他灵魂的救赎。需要我提醒你，半小时前你刚用这套话术骗走我半盘龙虾。那能一样吗？龙虾是正经海鲜，蟹蟹是带壳的哲学。宿主建议你夸他玉树临风胜蟹腿，说不定能再蹭块蛋糕。好主意，老公，你比蟹腿还下饭。我该说谢谢。温瑶没脸没皮，边吃边跟8848聊天。小八，傅景之真的是会违法乱纪的疯批男主吗？我感觉他脾气挺好，至少20多年来能忍我的人很少。他明明情绪稳定的像老年鸡，原著咋说他后期要黑化？可能是剧情还没开始，傅景之还没爱上女主安柔柔呢。你们人类不是说爱情令人疯狂，令人盲目吗？这样啊，那你把这本小说传输到我脑子里，我看看后面剧情。没有啊？为什么？温瑶大吃一惊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没用的系统。我听到你心里说我没用了，这世界掌控权还在世界意识身上呢，男女主剧情可不会轻易泄露，只会上教主系统一个梗概。我之前讲给你了，
那怎么我饿死在垃圾桶旁，手里拿的是葱油饼，写的那么详细啊？原主猝死后，我们完全接管了炮灰这条线，自然详细。唉，不行的男人，没用的系统，这世界终归是要我来拯救。温瑶，坐好。傅景之眼看着温瑶越吃越激动，最后盘腿坐到了椅子上，再不阻止他怕温瑶要上桌了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之前装模作样冷若冰霜，现在简直毫无教养。家运被揭穿后是放飞自我了吗？温瑶默默把腿放下，傅景之完全没了胃口。我吃饱了。老公晚安，梦里记得练习当爹。傅景之离开的身影顿了顿，差点没左脚踩右脚上天。小八，你看我都这样了，他还会打招呼再走，多有礼貌的男主，我绝不会让傅景之变成违法犯罪的垃圾。好的，宿主加油。另一边，还没成为替身女主的安柔柔坐不住了，她拨通了傅岩的电话，声音温柔饱含歉意。傅小姐，我昨天是不是多嘴了？假的，真愧疚怎么会隔一天才来致歉？但傅岩一点也没听出来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只是看出温瑶没怀孕，做错事的是他。傅先生和温小姐没有起争执吧？我真不该那么直接，或许温小姐有什么苦衷呢？假的，他要的就是两人感情破裂。回想起今天玩得很花的哥嫂，傅岩根本说不出口，只能微笑敷衍。哪儿有什么苦衷，全是他们的夫妻情趣。安柔柔指甲扣进肉里，依然维持着人设。那就太好了，傅先生与温小姐感情真好。挂断电话后，安柔柔愤怒的小宇宙爆发。该死，好不容易我那讨厌的姐姐安若若死了，怎么又来的温瑶？温瑶可一点也不像安若若好对付。小说原炮灰温瑶是美术生，大四课程少，但她真心热爱绘画，每天坚持练习，所以傅景之家也有她的画室。温瑶好奇地走进去，随即对着半面墙的大伯哥头皮发麻。画画的、喝水的，各种场景齐全，可以想象画画的人是个十足的偷窥狂。原主胆子也太大了吧，演都不演的吗？虽说平日不允许别人进来，但万一呢？就这么大拉拉的摆着，他死的是真不冤。姐妹走得爽快，让我穿越过来给她收拾烂摊子。温瑶落泪，化身灵活的猴把画一幅幅摘下，准备毁尸灭迹，穿越成豪门偷窥狂。温瑶准备销毁大伯哥画像，避开饿死在垃圾桶旁的命运，结果被世界意识盯上。触发任务：温瑶深爱天才画家傅里之，视其为心中明灯，为他作画无数。宿主，请在改名任务完成前，坚持为傅里之作画，每月至少1幅，并精心保存。温瑶表情难看，啪的把画摔在地上。你这什么任务？说好的逆天改命系统呢？怎么任务反着来？朝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一旦暴露了，我对大伯哥图谋不轨，还能有好日子过？这不是给我添堵吗？对不起，宿主，我现在斗不过世界意识，只能跟着他的安排了。但我也为您争取了福利，您每月完成任务打卡，我就能给您发1万元绩效。啊！温瑶竟该死的心动了。他出车祸前也只是小公司的牛马打工人，一人干4人的活，拼死拼活1个月到手才7000块。现在1个月画1幅画就能到手1万块，虽然要冒着被捉奸的风险，但反正也拒绝不了任务，做就做呗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想要钱，就是单纯爱绘画，这次就原谅你了。以后这种要命的任务少来 ，OK？ 很难，但你每离逆天改命近一步，我就能拿到更高的自主权，争取更好的任务。加油吧，宿主！温瑶早就看出来了，8848是个没用的系统，为难他没有意义。不过任务要求画完精心保存，怎么才能既完成任务又安全保密呢？要不然去买个保险柜专门放画。趁现在有空先画1幅，挣他个1万小目标。嘿嘿。温瑶提笔的一瞬间呆若木鸡。我去，8848，我压根不会画画，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，真心画不了一点。8848垂死挣扎。要不你画一下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温瑶一气呵成，在纸上画出了生动的火柴人。我来吧。嘿嘿，小八，你还会艺术吗？温瑶狗腿的笑着，十分能屈能伸。不会，但我能把场景复刻，相当于打印吧。也就是说，每幅画都像照片一样毫无灵魂。没事啊，咱不需要灵魂。爱你哦，小八，你真是打工人的好伴侣。12分钟31秒前，你还在心里骂我没用。我只是毒舌，但心里有你啊。一人一系统在画室泡了几个小时，8848总算完成了一幅油画。说好帮我画大伯哥呢，怎么是普通静物？抱歉，宿主，我只能打印看过的场景。看来要想办法见傅里之一面，积攒绘画素材了。正好傅景之今晚要求我参加晚宴，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大伯哥。晚上，温瑶跟着傅景之派来的助理进了一家面积极广的庄园。为了维持自己富家小姐的人设，温瑶刚从系统那里听到了几句科普，就开始装模作样。这庄园真不错，喷泉是法莫尔大师的杰作吧？设计也很有他的神韵，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惊喜。没想到助理表情奇怪的看着他，温瑶被看得心里一毛，赶紧和系统交流。
8848，你是不是查错资料了？这喷泉不会和什么法莫尔大师毫无关系吧？岂不是很丢脸8848比温瑶更激动。啊，你难道没有看到庄园外面的匾额吗？温氏山庄，这是你家？还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惊喜？你是会画蛇添足的。我哪知道这个温氏就是自己的温了。唉，不过这么有钱的家庭，最后却让自家女儿饿死街头，看来豪门薄情啊。怕温瑶再闹出什么笑话，系统赶紧把温家的相关资料传输给他。资料少得可怜，只有庄园的位置排布以及温家几口人的长相。这也太含糊了吧，甚至没写父母哥哥是什么性格。很会有个基础设定就不错了，还会给你详细的人物小传吗？小助理将温瑶送到大厅口就告辞离开了，剩温瑶一人独自行动，在自己家里深感格格不入。这时，远处走来个熟悉的身影，和温瑶的便宜老公有5分相似。妈耶，是大伯哥傅礼志。温瑶鬼鬼祟祟往支柱后躲，不想惹出事端，可天不遂人愿。触发任务对男神的渴望，温瑶仰慕傅礼之到了入魔的程度，每次见面都想尽办法碰触男神。请在晚宴结束前与傅礼之肢体亲密接触至少1次，且非社交程度。完成任务将赠送随机技能。唉，宿主，世界意识又在想办法清除我们了，我没能打过他。8848的声音里满是挫败，温瑶面如土色，眼含热泪，被迫接下任务。行吧，勾搭大伯哥是我的宿命，我了解。那宿主打算怎么办？我假装眼神不好使，把傅礼之错认成傅景之，再顺理成章扑进人家怀里。反正兄弟2人有5分相似，个头又差不多，我一眼认错了，也情有可原吧。8848也给出高度认可。非常烂的办法，但有一定可行性。傅礼之是傅家人，家世显赫，又是知名画家，关注他的人很多，我必须趁现在人少完成任务，不然就要丢大人了。想到这里，温瑶心一横，眼一闭，瞄准角度，像炮弹一样发射到傅礼之怀里，紧紧揽住人家劲瘦的腰，以求一击完成任务。老公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等你好久了。傅礼之表情错愕地扶着投怀送抱的女人，是景之的妻子温瑶，她这是把我认错成景之了。傅礼之心中好笑，刚要把人扶正说清楚，傅景之的声音在不远处悠悠响起。嚯，你是认错老公了？温瑶艰难扭头，傅景之离他都不到2米远，估计从头到尾看了他的表演。哎呀，认错人了，真不好意思啊，大哥。没关系，经常有人说我和景之长得像。温瑶那浮夸的演技显然骗不过傅景之。哦，第一次有人分不清我和大哥，这个人是我的老婆耶。意外，全是意外，这不行的男人，早不来晚不来。抬不过来。傅景之见温瑶呆立在原地，心里莫名不爽。刚才扑大哥的时候，也没见他这么矜持，一上来就投怀送抱，我可不记得我们夫妻关系有那么亲密。温瑶老实巴交地走到傅景之身边，不想再惹怒男主。见他抬起手臂，又扬起头冲他示意，温瑶立即领悟，化身小瑶子，托举起傅太后的胳膊。8848和傅礼之很不给面子的笑场了。傅景之额头气出青筋。温瑶，这蠢东西是故意的吧？温瑶恍然大悟，笑容充满讨好地挽住傅景之胳膊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都笑了，可不许再找我算账了。但傅景之明显不懂人情世故，用肌肉结实的胳膊狠狠夹了下温瑶的手臂。温瑶痛得差点飙脏话。好的，景之，今天是温伯父的生日，爸妈已经到了，你这个女婿迟到了可不好。原来今天是我那便宜爹的生日啊！是的，爸妈哥，我回来了。哼，回来不是说要和温家断绝关系，不用我插手你的人生吗？行了，温母狠狠拍了温父一下。瑶瑶多大你多大，还和孩子置气？瑶瑶上次离家1分钱都没有带走，一副要和家里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。你俩都置气1个月了，现在孩子先低了头愿意回来，可不能让你坏了事儿。原主恋爱脑起来竟然如此六亲不认的，难道这才是他饿死街头的真相？今晚是温老爷子的生日宴，温家人还要招待宾客，聊了几句后就放他们走了。傅家人作为亲家，除了突然生病的傅炎，全都到了现场。你们3个该去应酬就应酬，那么多人在旁边等着干啥呢？刚一见面，父母就找借口将傅家父子赶走，拉着温瑶去了透气的露台。一眨眼，景之都成家了。他从小跟着爷爷长大，与我和他父亲都不亲近，以后有你陪着也不算孤单。父母拿出一块小玉牌，我给他们3兄妹的配偶每人做了1块，本该在婚礼上给你，可是出突然没来得及，压根就没举办婚礼啊！原主还以怀孕了脾气暴躁为理由，不见傅家父母。以原主之前的所作所为，傅家人对我的态度过分温和，大概是傅景之与傅炎还没有说出我假怀孕的事。谢谢你。您已获取重要道具男女主的定情信物，剧情成功偏移，请再接再厉，奖励解锁部分剧情，请注意查收。
宿主，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强壮了，这就是改变剧情的力量。下次我一定能把世界意识撕得他妈妈都不认识他。8848爆言，感觉是彻底膨胀了。送走父母，温瑶高兴坏了，握住玉牌的手微微发抖。拿个小牌子，高兴的发抖。我这不是没怀孕吗？拿着怪不好意思的。你还会不好意思？那就还给我吧。还想抢我玉牌，这么不讲武德。行了，逗你玩呢，想要就收下，别装模作样了。温瑶放松下来，想起昨天的恶作剧，她揽住傅景之的胳膊。谢谢爸爸，爸爸真好。你是认错爸了吗？温瑶僵住，这场景竟该死的熟悉。她悲催转身，看向一个怒一个惊的父母。你俩怎么来了？还嫌我过来？大庭广众的，有没有点矜持？温父一张脸气成了猪肝色，简直想给不孝女一个脑瓜崩，更想脱下鞋子狠狠抽这垃圾女婿。怎么了？人家新婚小夫妻说点私密话，用得着你说3道4？温母已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条件反射的维护女儿。不是有事找瑶瑶吗？态度好点，咱们好好谈。傅景之倒是眉眼弯弯，每次看他的便宜老婆翻车，他都心情格外的好。咱们还是去书房谈吧，省得让人看了笑话。刚进书房，一脸不爽的温父就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摔到了温瑶面前。给你，这是集团10%的股份，签了就是你的了。再生气也是我女儿，什么东西都不给像什么话？不像有些人结婚后1个月不联系，就给自己找了新爹。温瑶抬头，假装没听到温父阴阳怪气的话。谢谢爸妈，爱你们。女儿好久没这样撒娇过了。温母的心都快化了，正想上前搂到怀里亲亲，比他动作更快的是温父。老爷子几个跨步走到温瑶面前，大手直接按到他额头上。也没病啊，以往都是块硬骨头，今天怎么几次示弱，也没用冷冰冰的眼神蔑视我，还真是不习惯。他又拍了几下温瑶的脑袋，像在拍西瓜熟不熟。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我这不是尊重原主父母吗？虽然原主已经抛父弃母了，挺哄堂大笑，但温瑶是真孤儿，总对父母有过向往。只是这父亲接连挑衅他，真让温瑶装不下去了。您今天也有点怪。我哪里怪了？怪讨厌的。说完，温瑶赶紧躲到傅景之身后，只露出半个脑袋。得，还是我那个讨厌的女儿，只是换了种方式。以前是目中无人，现在是不着调。嘿嘿。呵，女婿挡在前面又怎么样？女婿更讨厌。温父开始公报私仇，举起手杖假意要打温瑶，实则次次落在傅景之身上。没有一个老丈人会喜欢让女儿未婚先孕的女婿，虽然他女儿也有错，傅景之头都大了，又不能还手。这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温家人是专门克我的吧？昨天我还在想，到底什么妖怪才能生出温瑶，现在算是知道了。最后还是温母结束了这场闹剧，她把温父赶回了宴会。锦之，没事吧？伯母，我没事，伯父没有用力。你伯父就是有些怨气，毕竟你们2个结婚不是很体面。温母这话说的已经很委婉了，被捉奸在床成了上流圈的笑话。接着温瑶又拒绝傅家负责，跟家里冷战，最后折腾半天又奉子成婚。别说是豪门了，就是普通人家也很难接受。我知道，还有更不体面的呢。你女儿压根没怀孕。其实我也不看好你们的婚姻，太匆忙了，又没有感情基础。但今天看你们相处，我放心了很多。以后温父2家可以加大合作，将你们的婚事转变为真正的联姻宣传，洗刷之前不好的传闻。我内心希望你们2个可以好好相处，但实在过不下去，也要好聚好散。温家的东西该属于瑶瑶的，一件都不会少。回家的路上，温瑶有些沉默，但实际上是在和8848偷偷交流。8848，我感觉这世界和你提供的小说大纲差太远了。傅景之没有那么阴鸷疯狂，温家人更不像是会轻易舍弃女儿的无情豪门。不说父母，我临走时，哥哥温远还给我塞了张1000万的卡呢。也正常，毕竟我们能得到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世界意识，会有很强的偏向性。剧情可以作为参考，却不是绝对的。不过，你每完成一个任务，使世界线偏移，我们就能解锁一些真实剧情，总有一天能够得到真相。